最近，一则来自中国粉丝的爆料再次引发关注。据悉，菲利斯塔有意将自己的弟弟从坦桑尼亚带到中国留学。这条消息虽然还没有得到菲利斯塔本人证实，但在他的粉丝圈内却引起了不小的讨论。毕竟，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家庭计划正在重新规划，也可能意味着他正在逐步恢复和中国的联系。很多长期关注菲利斯塔的粉丝都知道，他曾经在中国生活多年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与中国的文化、社会以及无数普通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。他的视频中经常出现中国的小城风景、中国菜肴，还有她与丈夫杜宾、孩子豆豆的温馨日常。然而，当他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回到坦桑尼亚后，这种连接似乎被切断了。他的生活重回家乡，虽然平静，但少了许多熟悉的温度。如今，如果他真的计划带弟弟来中国留学，那无疑是一次重新连接的象征。据透露，菲利斯塔的弟弟目前正在努力学习中文，每天都会跟着网络课程练发音、背汉字。有网友在一段短视频中看到他对着镜头用中文打招呼，虽然口音略重，但那句你好，中国，却让人感受到真诚和努力。这让不少网友联想到当年刚来中国的菲利斯塔，他也曾在视频里磕磕绊绊地说中文，但坚持每天学习，最后能自如地与中国人沟通，甚至能做中文解说。如今，他的弟弟似乎正在走同样的路，一场新的文化旅程。中国和坦桑尼亚的教育体系、文化氛围、社会环境都有很大不同。很多非洲家庭都希望孩子能有机会到中国深造，不仅能接受更系统的教育，还能体验一个发展迅速、充满机遇的社会。如果菲利斯塔真的打算带弟弟来中国，那这背后其实体现出他的远见。他深知中国教育的严谨，也知道跨文化学习的重要性。弟弟一旦能在中国完成学业，将来不仅能掌握语言，还能成为沟通两国的桥梁。有粉丝留言说，或许这才是菲利斯塔真正的长远计划。他希望弟弟拥有他没能完全实现的梦想。这句话引发了很多共鸣，因为在菲利斯塔身上，很多人看到的是一个中断的旅程。他在中国建立了生活，却因为现实被迫离开。而如今，如果弟弟能到中国继续那段旅程，这不仅是家庭的延续，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。网友的热议与猜测，这则消息曝光后，中国网友的反应可以说是两极化的。一些人表示支持与期待，菲利斯塔的弟弟如果来中国，一定会被大家欢迎。他们一家和中国缘分太深了，弟弟来中国读书是很自然的选择。而另一部分网友则是谨慎态度，留学需要签证、费用、学校接收等一系列条件，不是说来就能来。他现在在坦桑尼亚，带弟弟来中国要经过很多手续。确实，从现实角度看，这件事并不容易。签证、经济能力、录取资格、监护人安排等等，都是需要提前规划、层层审核的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如果菲利斯塔真的在准备，那就说明他已经在为未来的生活重新做计划，重新构建家庭的纽带。如果弟弟真的能来到中国学习，那对菲利斯塔来说，也意味着一份情感上的安慰。回国后的这段时间，她的生活显得相对孤单。丈夫杜宾在中国照顾家人，孩子豆豆时而在身边，时而不在，她一个人承担了太多压力。弟弟的到来不仅能成为她的陪伴者，更像是一个家的延伸。她可以重新体验在中国生活的感觉，一起做饭，一起出行，一起说中文。弟弟的年轻和活力，也许能让菲利斯塔重新焕发能量。而从家庭角度看，这其实是一种情感复苏。菲利斯塔的家庭曾因为跨国婚姻和地域分离而支离破碎。弟弟若能到中国，那条被时间和距离切断的纽带，也许会再次被连接起来。教育与未来的意义，除了情感因素，这件事还折射出菲利斯塔对教育的重视。在他过去的视频中，他多次提到，希望豆豆能接受最好的教育。他了解中国的学校体系，也知道中文的重要性。或许在他心中，教育不仅仅是改变命运的工具，更是一种让家庭跨越国界的方式。他深知，语言是沟通世界的钥匙，文化是理解他人的桥梁。所以他希望弟弟能像自己当年那样，去中国学习，亲身体验另一种人生。这种信念，也许就是他跨文化婚姻背后的深层动力。有网友评论说，如果他不能自己回中国，那就让弟弟代替他回去，也算一种回归。这句话虽然带着些许感伤，但也说中了现实的无奈。由于菲利斯塔目前在坦桑尼亚，他自己暂时无法回到中国，但通过弟弟的留学，他也能间接地与中国保持连接。
他也许可以通过弟弟了解中国的最新生活方式、文化变迁，甚至有机会在签证政策允许的情况下，以探亲或家属身份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。那将是一种温柔的回归，既不急躁，也不彻底告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许多中国粉丝对菲利斯塔依旧保有极高的好感。他们留言说，无论他在哪里，我们都支持他，希望他的弟弟顺利来中国学习，也希望他们一家都能团聚。这种温情的支持让人想起当初菲利斯塔在中国拍视频时，中国网友对他那种真挚的喜爱。没有国界，没有隔阂，只有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善意。也许菲利斯塔不再频繁出现在镜头前，但他的故事仍在继续。从曾经的中非婚姻，到如今弟弟可能的留学计划，这一路的起伏，见证了一个女人的成长与坚持。她或许正在经历人生的转折点，既要照顾家庭，又要重新规划未来。带弟弟来中国留学，或许就是他迈出的第一步。未来如何没人知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他身在何处，中国网友始终记得他的笑容，记得他在镜头前那句温柔的中文：谢谢大家，我爱中国。